星爷的功夫女足在豆瓣的开分呢是6.6分。我刚才去看了一下实时票房，大概在9点左右，功夫女足的总票房已经突破5个亿了。所以我做出个决定，先把豆瓣给它卸载了。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14号，星爷的功夫女足上映4天了，目前猫眼票房是6.65亿，舆论风向褒贬不一，口碑两极分化。但从目前的票房数据来看，已经很能说明情况了。有人说不对呀，豆瓣评分才6.6分，都这个评分了，还不是烂片吗？我只能说，大部分观众是不认这个评分的，是不是我在抬杠呢？下面看看影迷怎么说，请看视频。周星驰星爷的功夫女足豆瓣开分6.6，这可给很多人激动坏了。哎呀，你看这么低的分，你还能说这电影好看？对不起啊，豆瓣评分，我之前就说过，只要这部电影里面有流量明星，他的评分就会失真。结果这次不但有啊，还有热巴和张艺兴2个大流量明星，再加上周星驰星爷啊，一贯的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啊，在上映第一天就拿到接近50%的排片，你就想一想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昨天早晨第一场我是9点半去看的，后来我出来以后刷那些评价啊，所谓的负面评价，所谓的差评，10点钟就有了。请问他们在哪里看的电影？你就想想是怎么回事就明白了啊！大量的1星就可以把这个评分拉下来，一个1星差评可能要10个以上的5星好评才能冲抵回来，所以一开始评分低了正常，而且这评分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代表不了任何东西。现在大量的观众走进影院，在里面开怀大笑，这才是事实。昨天功夫女足2.6亿的票房，之前的预测是1.8亿，等于足足高了8000万。今天预测是1.8亿，到目前为止预测已经变成了2.3亿，实时票房在不停的增长。这还是在江浙沪，在北京，在很多地方因为台风啊，导致很多地方影院到晚上都不开门啊，而且台风天谁去看电影啊？几大票仓票房不利的情况下，如果正常的话再多几千万也正常。所以我看好功夫女足在今天也就是上映的第2天突破5亿票房，而且大量的朋友出来之后都觉得好看，不但自己觉得好看，自己的孩子也觉得好看啊，然后去安利给周边的人，安利给家人啊，然后去2刷。这就是周星驰的力量。而且你去看那些所谓的差评啊，清一色的统一话术，什么拉完了，拉了坨大的啊，什么炒冷饭，江郎才尽啊，什么演技差，太尴尬，笑不出，就这几个词儿，你基本上排列组合之后就可以包含了他们所有的评价内容。还有一些是正经号称自己是影评人的人，也是这样的评价方式。难道他们的词汇量就如此的贫瘠吗？这也是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啊。所以每星爷周星驰的作品上映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所谓的口碑两极分化，是真正看了电影的人和没看电影的人之间口碑的两极分化。没看电影的人那是硬黑，看了电影的人开心的不得了。昨天我早晨9点半那一场啊，我们那场坐了将近80%的人，每一排都坐满了。我一般来说早晨看电影从来没有这种情况，然后大家开怀大笑的次数不下10余次，笑得我们一排坐在一起那个椅子都在晃啊，大家的笑意是制止不住的啊，各种各样的包袱一想再想。还有人拿说什么特效说事儿，拿什么 AI 说事儿，拿什么说事儿都不好使。这是周星驰的作品，周星驰的作品一直都是这个风格，不是他变了，也不是我们变了，是我们现在的舆论环境变了。这个跟70后、80后、90后、00后，甚至是10后都没关系。这是一部合家欢的老少咸宜的作品，而且它热血，它震撼啊，它足够好笑，又足够有正能量，特别适合大家走进影院，放弃一天的烦恼，开怀大笑这么2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现在更新我的预测，我觉得星爷的这部电影不但有可能冲破20亿票房，而且有极大的可能性成为春节档之后今年的票房冠军。到目前为止，今年的票房冠军是《飞驰人生3》。大家想想，《飞驰人生3》上映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声音啊？江郎才尽，炒冷饭啊，特效不行啊，故事稀烂，演技很差，一模一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周星驰身上，但是都影响不了人家韩寒和周星驰用自己优秀的作品去打动更多的观众。所以朋友们别在网上到处问了啊，那种问来问去的他就不想看电影。你要真想看电影，真喜欢，这么便宜的票价你已经出发在路上了。再说到票价啊，现在平均票价20多块钱，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同样的观影人数，如果放到春节档，它的票房应该是1倍之多。春节档的时候票价是50块钱左右，40大几好像。所以就是如果在暑期档星爷的功夫女足能有30亿票房，那就相当于春节档的60亿。之前的给阿妈的情书也是如此，20亿票房其实就相当于春节档40亿。这么换算过来，你就知道其实是有很多的人走进了影院支持了这些电影。
但是他们在网上他们形不成舆论，因为大多数人是沉默的，看完了不会到处去说，他们在网上没有痕迹。而那些网上所谓的水军，他们一个人可能几十个账号，这个电影刚上映，甚至第一场还没演完，他们就铺天盖地的差评满天飞。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很久了。如果大家还没有认清现在我们的这种舆论环境，大家多想一想啊，你更在乎一下自己的感受。电影觉得不好看很正常，但是事实是电影院里面每一场功夫女足放完都欢声笑语，至少大多数人觉得这部片子是很好看。所以还是那句话，不看是您的损失，不要受有些人的影响，他们是故意的，他们在带节奏，他们在 PUA 你。豆瓣评分不重要，所谓的差评不重要，某主持人说什么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看懂星爷，你能看懂他带给我们的快乐。有质疑的声音很正常，没有任何一部电影是绝对完美的，100个人眼里有100个哈姆雷特，一定会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你当然可以评论这部电影的好坏，这是每个观众的权利。但如果某些人的言论带有明显的颠倒是非、恶意煽动影迷的情绪，大众会毫不留情面的把他拉下台。比如说东方卫视知名主持人林海看完《功夫女足》之后说星爷不欠你了，好难看，一下子把网友的怒火点燃了，自己也被骂上热搜了，就连抖音30万粉丝的账号也设置成了私密账号了，因为很多人发私信怼他。一起来看看怎么回事。知名主持人直言周星驰新片难看，一句不欠你了戳破情怀滤镜。7月11号，周星驰新作《功夫女足》上映，首日票房火速破亿，但口碑呢两极分化。知名主持人林海看完之后呢，直接在微博晒出票根并发文：星爷不欠你了，好难看。他还补充点评：影片老梗堆砌，演员表演浮夸，剧本单薄脆弱。这句话也打破流传多年的欠星爷一张电影票情怀说法。没有人欠过我任何的电影票。星爷，麻烦您转个身背对。星爷，我们永远站在您身后。本来这期视频到现在就应该结束了，接下来就是想让大家帮忙点点赞，加个订阅。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原来星爷功夫女足的票房被很多影院偷了，要么就是设备无法出票，给你手写一张票，要么就是不在指定的时间播放。这次算是长见识了，一起来听听网友怎么说。哎，我真受不了了，星爷新上映那个电影偷票偷的实在是太严重了。就很多影院咱不知道那影院那个设备是怎么回事就不约而同的都坏了。那怎么的？星爷这电影就电压那么大吗？给你设备给你干坏了，干瘫痪了。现在目前的票房是6个亿最少的损失了1个亿的票房。你去取票之后，你会发现那个出票的那个设备是故障的，工作人员就告诉你这个坏了，然后给你个手写的一个，你也能进去看到这个电影，就星爷的电影你能看到，但是它是不计入票房的。星爷的那个制片方他是收不到钱的，这就叫偷票。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赠送你电影，上面写的是爆米花，不是电影票，这个也是一种偷票的行为。我们买电影票一定要看那种机打的，就非常正规的那个票根，这个才能计入票房，其他所有的全都是这个偷票。最后特别想用这位网友的视频作为结尾，因为他的话能让很多80后、90后产生共鸣。从一个80后40多岁的人眼里，星爷的电影应该是这样的吧？请看视频。功夫女足昨天看完了，我不是星爷的粉丝，我也不欠谁电影票，84块钱2张，我84年的，带个92年锁喉去看的。因为有人说好看，有人说不好看，我在家闲出屁了，走进电影院，我看完了就想吐槽。我认为也许它就是个烂片，特效也不好，就像上一部的少林足球一样，我看不懂。我认为我84年的看不懂，92年的也看不懂，我俩会手拉手一起睡饱了觉从电影院出来。但是这个电影从我俩坐下来，我俩就没睡过觉，我俩没上过厕所。刚开始没笑，但是看得很认真，看着看着也不知道在哪一个点就乐了。乐完了之后我又哭了，我哭了，我又笑了。我认为看不懂周星驰电影的人很幸福很快乐，像我这种支离破碎的内心有缺口的人，看完之后都会有极强的代入感。我认为他最高级的地方就是他不用卖惨，不用悲情，只是用搞笑的方式去叙述一些人间的苦痛，人生的无奈。不知道这么一部搞笑的电影为什么会让我想起来这么多年我自己的不容易。
我也不知道我哭的是电影还是哭的是自己，但是这84块钱我可以这样说，是我近3年里边看过的我自己个人觉得我最值得的一场电影。不是在为谁打 call， 电影院爱去不去我也没有提成。他40多的时候拍的电影，我20几岁看不懂。上一次让我有点动情的还是喜剧之王大话西游，后来那些功夫美人鱼我好像都不咋能看懂。但是现在60多岁的他拍出来的电影，我40多了，我觉得我整个人都碎掉了。看完电影出来半个小时，我俩在车里没说话，他有他的感受，我有我的悲伤。回来我俩一起看了喜剧之王，重温了一下过去，展望了一下未来。我可能是老了吧。看不懂周星驰电影的人，我觉得你很幸福，你很快乐，希望你永远都看不懂。谢谢你，在我40几岁的时候咱俩对上牙子了，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幸福快乐吧。谢谢。